从明治时期开始，富商政要们就聚集在南禅寺一带兴建别墅。如今他们留下的山庄对外公开的并不多，吴林庵是难得的常年公开的一处，而它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处。它不仅是日本前首相山县有朋的别庄，也算是日本近代庭园的滥觞。1838年，也就是明治维新前30年，山县有朋出生于长州藩一个贫寒的下级武士家庭中。15年后的1853年，美国的黑船来航叩开了日本的国门。又过了15年，日本结束了江户时代，迈入明治时代。这一年是1868年。这30年，山县有朋从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私塾学生，到参加尊王攘夷运动，与西乡隆盛一起护卫天皇，参与废藩置县，再到欧美考察军事，回国就任兵部大夫。他前30年的人生蓬勃向上，一如新价值观频频诞生的明治新时代。日本也在这历史的缝隙中，从一个古代国家蹒跚转型为一个近代国家。生而逢时，时代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无限的机会。山县有朋从一个普通军官一路做到了内务大臣、第3任和第9任首相、司法大臣、枢密院议长、陆军第1军司令官、陆军参谋总长，被称作明治元勋。他毫无疑问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，但同时他也非常具有争议，毁誉参半。在激进的年代，他逐渐导向军国主义，镇压民权运动。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全民洗脑方针教育赤语就是在他的操控下诞生的。随着日本经济、军事的巨大发展，山县有朋和一众被强国梦迷昏了头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者，将日本逐渐引上了一条不归路，后来给日本以及周边许多国家，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他生前雷霆万钧，权倾朝野，死后却门庭冷落，连出席葬礼的人都很少，更有许多人拍手称快。后世给他的评价有：手腕阴狠，民主的最大障碍，帝国主义者，军国主义者。他虽然名叫有朋，但以他的个性来看，还真说不好是不是有朋。一个人能拥有什么，并不取决于他的名字；一个人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，也并不取决于他的意愿。这样一个人的山庄，还能参观游览吗？自古以来，无论东方西方，统治者们豪华的宫殿园林都被后世项目敬仰，不管统治者们生前是否骄奢淫逸，鱼肉百姓，祸害一方，人们并不会因为圆明园是慈禧修建的就拒绝参观。哪怕是法西斯的遗迹，如奥斯维辛集中营，也有且当然有参观的价值，因为它是历史的墓碑，上面铭刻着历史不光明的那一面。何况吴林庵并不是法西斯思想的产物，相反，它是日本近代庭园的杰出代表作，是光明的文化遗产。明治以前，日本的传统庭园虽然也分很多种类，但大多具有很强的象征主义思想，比如枯山水象征大海、宇宙、星辰等，鹤岛龟岛象征蓬莱仙境等。进入近代后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形态，乃至人们的思想、生活方式，当然也包括建筑、庭园，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近代是一个历史的夹缝期，日本快速地从古代国家转型为前现代国家，各种事物的形式感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而京都也从人口聚集的首都变成了人口净输出的城市。加上废佛毁世运动的破坏，庭园文化停滞不前。而另一方面，西方文化大量涌入，相当一部分有产阶级采用了欧美的庭院设计。日本庭园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，是从美走向混乱、衰落呢，还是延续美的意识，创造出新的形式感？过渡的这一步尤为重要，做得好，
就是新时代的基石。这个基石就是山县有朋携手停尸小川治兵卫奠定的。山县有朋虽然是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但他的最大兴趣却是做亭。除了吴林安外，东京的春山庄、小田园的古西安都是他设计的。他曾对采访他的美术评论家这样评论京都过去的庭园：注重幽邃，但毫无豪壮雄大的情趣，多数规模小，就算是茶亭也索然无味。因此我下决心要创作自己流派的庭园。他的批评是主观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谬误的，但有趣的是，他虽然嘴硬，但身体上却是很诚实的。他深受江户时代美学思想的影响，设计的庭园不仅要活用地形，要让流水像从东山流出，再流经村庄一般自然。石和树的配置要天然无痕，瀑布间用直觉来掩映流水，杜鹃花要倚靠着岩石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不喜欢日本美学中的阴翳感，追求明亮通透，不喜欢人造痕迹，崇尚自然主义。吴林安面积约3400平米，是一块细长的三角形土地。造亭利用了反向透视法，让路径或人的动线于尖端，视线望向开阔的远端，有点类似 Wi-Fi 信号的样子，让人感受到比实际更深远的空间感，非常之巧妙。庭园最远处的街景是东山，但山县有朋更想看到的是比瑞山。从江户时代以来，京都作亭多着眼于眺望比瑞山，石像院、圆通寺、正云寺都是有名的能眺望比瑞山的庭园。现在为了尊重山县有朋的意愿，庭园也尽量在修剪维护时努力展现比瑞山的身姿。园中的流水引自附近的琵琶湖输水，在远端分3段瀑布逐渐落下，向西流淌形成浅池，在流经建筑物后面向西流走。池塘做得很浅，倒映出天空，看起来却很宽广。溪水中除了石桥还有则渡石，可以踩着它过河，河底铺了一些小石头，令水流产生出变化。水流的两侧是如丘陵般的稍高一些的草坪，原路在草坪上曲折延伸。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草坪，在近代是开创性的手法。日本的庭园中原本是没有草坪的，草坪是产生自西方的景观。不过西洋草坪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，而吴林安中的日本草坪在秋冬季会变成茶色。明亮艳丽不是日本的风土景观，阴晕、阴沉、朴素才是日本的颜色。接近枯萎的颜色能勾起日本人的乡愁。广阔的草坪让人总想种点什么，但还是忍住吧。吴林安的庭园之所以看起来有辽阔感，就在于植栽非常克制。京都与之类似的例子并不多，妙心寺退藏院的庭园算是一个。与此完全相反的类型要数平亭和茶亭了。平亭是在10平米左右的狭小空间内，用简单的石、沙、植物等打造微缩景观。由于空间的限制，经常会采用抽象的手法。而茶亭则大多要用茂密的生园围起来，在不大的空间内种植疏密适度的植物，让青苔布满地面，围留几块飞石，营造市中山居、深山幽谷的氛围。从建筑物内眺望庭园，中心部分就是草坪，豁达开朗。自然主义采用的是一种写实的手法，让人直接面对原尺寸的天然景观。因为不是寺院，所以还能坐在屋里一边喝着香槟、啤酒，一边欣赏庭园，自在轻松。负责具体实施造亭的亭师是直至第7代小川治兵卫，他在此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亭师，只做过并和静之宅邸的庭园。在吴林安一举成名之后，他先后打造了平安神宫、圆山公园等知名庭园，运用借景、蜿蜒的溪流、
轻快的十足，广阔的草坪来造景成了它的特点。吴林庵中的建筑不多，母屋这栋传统的日本建筑相当于会客厅，在此能欣赏到庭园最开阔的美景。天井之中有一个小小的平亭，寥寥种了几棵竹子，相当淡雅。母屋东南角的庭园边上有古田织部风格的茶室一座，西南角有一栋2层小洋楼，建于明治31年。在那个西洋与东洋强烈碰撞的时代，这栋完全西化的建筑内墙上画的却是日本传统绘画。1903年，时任首相桂太郎、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、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在此决定向俄国开战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日俄战争。这次会议被称作吴林庵会议。1903年的世界，一战都还没有开打，那时候还是弱肉强食的前现代文明，而西方国家要在2战之后才基本形成共识，建立战后新秩序。山县有朋去世于1922年，他没能看到这历史转型期的故事后续，而日本也并没有沿着他理想中的那条路走向所谓的强大。吴林庵这个名字让人想到《论语》中的德不孤，必有邻，但没有哪个人会认为自己无德，所以无邻吧。无邻也许是追求一种不被打扰的清静，也许是想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。山县有朋吴林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，但就作庭而言，吴林庵却堪称划时代的杰作。1941年，山县家族将宅邸捐献给了京都市，现在负责吴林庵维护和运营的是知名造园会社直迷加藤造园，社长加藤有圭也在京都艺术大学担任教授。他认为庭园并不是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就完成了，而是从那时起才诞生。要孕育一个成熟的庭园，需要庭师和大自然一起经过年年岁岁、四季变化才能完成。造庭4分，育成6分，庭园之美理应如此。吴林庵地址：京都市左京区南禅寺草川町31番地。交通：乘巴士到平安神宫前或冈崎公园美术馆下车后步行10分钟，乘地铁到簇上下车后步行7分钟。附近景点：簇上、南禅寺等。